大家好，我是1月5月的玩家社群反馈内容来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月官方选择了哪一些问题来回答。首先第一个问题，大家问了很久也等了很久的问题，把同代的统帅同时放入博物馆，不要只是增加骑兵统帅。那官方的回答，我们已经收到你的反馈，我们会陆续增加第2代的统帅在博物馆里面，请敬请期待。那你所谓的陆续增加是要等了多久？我在10月10号的时候就已经放出消息了，韩国的线下讨论就有讲到他们会放出第2代的统帅博物馆，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直到今年的3月21号终于传出了消息，然后也是等啊又等，又等啊又等，结果还是出到骑兵统帅而已。并且你们看官方这里的答复并没有回复到这个玩家提出的问题，这个玩家是要求官方在同时间加入同代的统帅，并不是陆续增加，并不是只有骑兵而已，然而官方的答复还是陆续增加。那你这个牛头不对马嘴啊，为什么第1代的统帅升第2阶段的时候可以全部同时间加入，为什么第2代的统帅不能同时间加入呢？尽管我是骑兵玩家，我也认为这样子不公平，对其他的兵种来讲，你都已经增加了这个争议，为什么你不要直接加入博物馆呢？又不是说你还没有开发。我认为与其你加入骑兵而已，还不如你全部都不要加入，大家公平一点。天天都会看到有玩家问我第2代博物馆到底什么时候加入工兵跟步兵，我也不知道，官方都没有讲，他只是讲陆续加入而已，也没有确定的时间。他们今天第1个反馈就要中骂了。我们来看第2个反馈，这个反馈是希望官方可以更改集结的时候旗帜的颜色。我觉得这个反馈应该是针对那个点点打法，就是你缩小的时候整个画面都是点点，但是集结的时候它是一个旗帜。那前不久我在打仗嘛，我发现到那个旗帜的颜色是真的很难分，当你的集结跟你的队友全部混在一起的时候，你是真的非常难分，不知道哪一个是集结，哪一个是你的队友。那这个玩家给出几个建议，分成不同的颜色，黄色代表攻击野蛮人，有可能是野蛮人存在；橘色代表攻击这其他玩家，或许是玩家的城市之类的；蓝色代表集结正在移动中。我觉得这个反馈不错，这个反馈有一点像之前我讲过那个移民的，就是你不同的王国移民来的玩家颜色就会不一样。策划答复感谢你的建议，他们了解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任务，请放心，他们会专注开发这个功能，尽管他们会采取不同的方法，也就是说可能不会利用这个玩家的反馈，会用更多不同的形式去更改。我觉得怎样改都好啦，至少不要比现在更糟糕啦。讲到这一点，其实我在前不久也是跟官方客服那边反馈过一件事情就是打仗的时候有些玩家喜欢放大画面，不是用那个点点打法，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放大画面，但是那个王国技能真的是弄到我眼睛快瞎了。当然各位都知道我们打仗一打都是好几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起跳，那我就是打了太长时间，看到王国技能一直开，然后整个画面是红的，敌人也是红色的，敌人就会跟王国争议混在一起，我就完全看不到敌人在那里。我觉得白天的时候还好，至少还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可是一到了游戏里面的晚上时间，我是完全看不到敌人在哪里的，是黑到不能再黑，只能用点点打法。而且我也发现到我用白点的方式打 KVK 呢，也是因为增加了王国技能之后我才用白点的方式打，以前我是不喜欢用这个方式打，我觉得没有意思，但是自从增加王国争议的特效之后呢，我是再也没有用过这个方式打，比较少啦。这里我就有一张图片给你们做参考，你们看到敌人在哪里吗？我是看不到啦，我眼睛快瞎了，晚上的时候是特别难看的，我是真心觉得这一点是必须要改的。第3个反馈，增加采集还有打野统帅啊？等一下，这个反馈是谁写的啊？我去找一下。哇，厉害呀，莉莉丝，你是真的很厉害呀！你这么多个问题不选，你只是选到一个36个人赞同的问题来回答。各位你们自己看啊，我要讲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反馈呢都是有超过60、70票的，他偏偏选一个36票的，为什么？官方在做什么？我们先看一下官方回复什么东西。官方说他们暂时更新一些其他的内容，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加入新的采集或者是打野统帅，也就是说他们会持续回复官方社群反馈的内容，也会推出新的统帅。我是觉得啦，官方他们是有想法要出这种野蛮人啊或者是采集统帅了，所以他们才选择这个问题来回答。他讲哦，这个问题好回答，我们要出的啊，采集打野蛮人而已啊，很容易出的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玩家应该会被骂爆了，就是因为他提出这个问题，官方选择来回答，才浪费了一个问题。每次玩家社群反馈的内容就只有6、7题而已，就是因为他这个问题占用了1题，原本可以选择更加有建设性的问题回答，这个
唉，我都不懂啊！你问这个问题来做什么？你怕官方不会出咩？哎呦！第4个反馈，希望在联盟里面增加搜索联盟名字的功能，可以更快的找到联盟成员。就可能我们点开成员的时候，里面是有一大串的名单嘛。由于现在没有搜索功能，所以他们只能一个一个玩家去找，像是给头衔、升级、降级、剔出联盟之类的。官方答复这是很好的建议，他们计划在 1.0.71 版本中更新。并且可以通过执政官的 profile 个人信息搜索到他们的位置，这个就是之前有提议过的。终于看到这个有建设性的问题，就应该问出这样子的问题。那个野蛮人跳什么鬼来的？这个更新我是大力支持的。有很多官员啊，他们要搜索位置是确实很辛苦，还要找人剔出联盟之类等等啊。这个我好像之前也是有讲过，所以我们期待 1.0.71 的更新吧。第5个反馈，希望官方回复这个中文翻译是沙漠的活动，我们很喜欢玩这个活动。这个活动不是那个骆驼一直在那边跳跳跳那个活动吗？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那个活动，太花钱了。策划答复，很高兴听到玩家说喜欢这个活动，他们计划在未来的假期活动中增加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我想要喷了，但是真的有些玩家喜欢这个活动，他们喜欢花钱，喜欢通过这个活动去拿到统帅，也没有办法。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又有多少人支持。OK， 我刚刚去找了一下呢，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了。我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官方自己写出来的？有多少玩家会跑去问这个活动啊？应该没有多少吧。我想问一下观众，有多少人会跑去问这个活动会不会回来？我真的没有骗你们，我去搜索了 DC， 完全看不到这个活动的关键词，只有一些之前那些玩家问这个活动怎么去玩，又或者是一些主播教你怎样玩而已。我并没有在玩家游戏反馈内容中找到。我想请问一下官方要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我找不到这个问题的来源呢？难道这个问题不是在玩家社群反馈里面讲到的吗？哦，这样子也可以的，原来哦，我知道了，这个真的是太离谱。我原本还想说我看一下有多少个玩家是支持这个活动，结果我找不到。我觉得只有2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有玩家私信跟官方客服讲他想要这个活动，但是不知道多少个玩家是支持的，官方也没有讲。第2就是官方他不想要回答其他人的问题，有可能那些问题太过复杂啊，要重新写过编码之类的，他就自己凭空想象出这个问题啊，然后进行回答。好吧，我们看第6个反馈，也是最后一个反馈了。他有一些建议是关于击杀积分的。他说有很多王国都是跟循 RKP 系统来计算 KVK 的贡献还有击杀积分，但是有很多玩家都没有很好的统帅或者装备，只能充当辅助的角色，比方说刷 buff 之类的。如果有更好的跟踪方式，比方说帮助积分，将会变得非常好。这些积分将会跟击杀积分分开，所有的玩家应该获得包容，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战场上做出的贡献。官方答复感谢你的建议，但是官方暂时不会增加帮助积分，这样会增加击杀积分的复杂性。他们在尝试寻找平衡。你的建议也强调了每个玩家在战场上的贡献都值得尊重，他们会往着这个方向去发展。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有些观众可能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打王者荣耀的时候不是有阵亡、有击杀还有辅助吗？这个玩家提出的可能就是辅助的贡献值，就是可能你辅助了多少次，然后有多少的贡献之类的。但我觉得这样子计算确实是比较复杂一点啊，这我可以理解官方要考虑的东西。但是今天的玩家社群反馈我读下来真的是头痛啊！为什么这一期的质量跟上2期的差这么远呢？我上2期还讲哇，官方更新的不错啊，有提出很好的建议，这一次就烂成一滩屎了。什么野蛮人采集统帅，又出一个什么要氪金的活动，什么鬼哦！这些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